甄嬛传中，槿汐为什么会效忠甄嬛？槿汐又是为什么会跟随甄嬛出宫？毕竟槿汐刚入宫时只是一个洒扫宫女，冬天给人洗衣服时冻得满手都是冻疮。偶然间，槿汐遇到了还只是雍亲王福晋的纯元，也正是这次的遇见，让槿汐得到纯元垂怜。众人瞧着纯元对槿汐轻言有加，小主真是折煞奴婢了。这个行为放到现在那是有礼貌有教养，但在嫡庶尊卑的年代，就如槿汐所说，小主这样做真是折煞奴婢了。但也正是因为甄嬛对下人的那股尊敬，让槿汐从心里认下了这位小主。毕竟换了四季妹和瓜六这种小主，不被打就已经很不错了。除此之外，甄嬛还关心下人生活。当时夜深人静，突然甄嬛听到有人在哭，甄嬛为了一探究竟，走出寝宫，结果发现是守夜的小允子在廊下哭。奴才的哥哥在4指苦当差，病了1个多月了都没见好，所以奴才伤心。人食五谷杂粮，难免有病痛。左右这2日闲着，你去照顾你哥哥吧。多谢小主。可见甄嬛不仅对下人关心，对下人的亲人也十分关心。后来小允子也是因为甄嬛这一举动，对甄嬛感念在心，并一直效忠于甄嬛。小允子尚且如此，槿汐就更不用说了。第3点，甄嬛不仅得宠，还有头脑。生在紫禁城，活在紫禁城的人都知道，想要在宫里活下去，恩宠是不能少的。甄嬛入宫时因装病避宠，宫里的太监宫女也跟着低人一等，所以像康禄海这种吃里扒外的人，就少不了煽动群众脱离甄嬛，目的就是为了找个有恩宠的小主。奴婢愿跟随小主，绝无二心。奴婢也跟随小主。奴才受常在恩惠，绝不敢背弃常在。这个困难时期，槿汐都没有离开甄嬛。后来甄嬛在杏花微雨获宠，槿汐高兴的来不及，怎么还会离开呢？并且甄嬛在一场场被害与反击中，都表现出了她绝佳的头脑、过人的智慧。不管是得宠还是失宠再复宠，甄嬛在长街被长街一姐羞辱过后，用上了她最看不上的以色示人。为了重新获宠，甄嬛吩咐人给她抓蝴蝶，大雪天跪在地上，使用回忆杀再度获宠。你若是为朕祈福，再冻坏了身子，岂不让朕更加心痛？你身上好香啊，难怪能在冬日里引来蝴蝶倾倒于此，你让朕心醉。可见只要甄嬛用心，她分分钟有恩惠。毕竟她还有纯元的同款皮肤加持，皇上还是很吃她的颜，并欣赏她的才华的。但甄嬛的目的还不止于此，她要的是让皇上对她这个人牵肠挂肚。所以皇上一次次登门，一次次碰壁，所有人都以为甄嬛心里还有气，却不料槿汐读懂了这招欲擒故纵。小主日日婉拒，为的是欲擒故纵4个字。所谓欲擒故纵呢，最终还是在那个擒字上，纵不过是手段而已。所以擒也要擒得得当，万万不可前功尽弃才好。后来甄嬛为了报长街之辱，特意在请安大会结束下班回家的路上拦截曹贵人和富察贵人，邀请他们赏雪。曹贵人是个聪明人，看出了赏雪是假，但富察贵人不知道甄嬛要搞什么名堂。直到甄嬛说起人质的故事，富察贵人才明白甄嬛要报长街之仇。虽然吕后手段残酷，不过戚夫人妄想凭一时之势羞辱皇后，真是咎由自取了。亦可见身为女子，吕后记仇也是很深的。富察姐姐，你说是不是呢？曹贵人瞧着富察贵人不惊吓的模样，瞬间明白了甄嬛这是在杀鸡儆猴。于是曹贵人也不和甄嬛绕弯子了，直接问甄嬛究竟想做什么。而甄嬛心里更是清楚曹贵人的聪明，为了利用曹贵人，甄嬛决定先把曹贵人收到自己的阵营。公主守寡，启妃很快就要回朝，能够回朝就是万幸了。公主要按照准格尔习俗，再嫁给新的部落首领，也就是继位的新可汗。这屈辱之事如何使得？女人只为传宗接代，公主再不肯，也只能入乡随俗，从王妃之尊降为别人的妾室了。
甄嬛三言两语吓傻对手，并且还把聪明人骗到手的操作，让槿汐不得不服。跟着这么一个有头脑的主子，以后的日子再差也不会差到哪儿去。第4点，槿汐把宫中局势摸清了。甄嬛生下胧月，决心出宫修行的时候，槿汐清楚她不得不跟着甄嬛走。首先，宫里背叛主子的人下场都不好，参照康禄海以及绯闻等人。其次，槿汐明白自从华妃下线之后，皇后就把甄嬛当成了华妃 2.0。甄嬛出宫时，槿汐不跟着走，那么很大可能她在宫中会受尽折磨。毕竟瓜六作为嫔妃的小主，都能对服侍过甄嬛的佩儿动手。臣妾是因为佩儿从前服侍过熹妃，熹妃自从有了身孕以后，启嫔就一直怨恨，所以她就经常拿佩儿出气。万一槿汐被皇后视为眼中钉，那么她在宫中的处境可想而知。与其受到不可知的刁难，还不如跟着甄嬛出宫也算清静。虽然宫外的生活没有锦衣玉食，但是出了宫就远离算计。更何况甄嬛对槿汐不像对下人，更像是对朋友一样。面对这样少有的小主，槿汐一直效忠甄嬛也就不奇怪了。因此当甄嬛决定回宫需要助力时，槿汐毫不犹豫地提出了她去找苏培盛帮忙的主意。奴婢刚入宫时，苏培盛对奴婢也是颇为照顾的，而且入宫这么多年，苏培盛对奴婢也并非无意，奴婢愿意尽力一试。槿汐甘愿用自己的幸福换甄嬛回宫，所以当槿汐和苏培盛陷入对食事件，甄嬛挺着大肚子也要去救槿汐，里边的情谊可想而知。面对这样的甄嬛，槿汐想不效忠都难。